中国大陆并不是没有自贸港，青岛、天津、上海以及深圳其实都是。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它的地点呢，其实可以转运东北亚，而且是从东南亚吸收了大量的半成品之后，然后再进行加工之后到美国。因为东南亚非常多的国家，它的关税其实是高于中国大陆，除了拉动整个海南岛之外，也拉动了珠三角的整个的一个未来营运，把全岛变成一个自贸区，作为未来台湾的一个示范。在经济方面的话，如果海南岛可以成功，台湾也可以成功。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今天的最大条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海南岛现在全岛封关了。中国大陆这一回要用它的自贸港来取代香港、新加坡，有机会正面挑战这一些地方吗？这是中国大陆要修理新加坡总理黄循财的一记经济回击吗？等一下我们就会来一次的做解读。我们先来看到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有关于中国大陆建的这个自贸港哦，包括了在上面贩售的 B&W， 现在网友在讨论啊，价格从60万人民币一口气降为35万，实在太划算了。包括了保时捷，则是从120万人民币直接砍半了。海南现在封关，中国大陆能够取代香港正面挑战新加坡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也会来做关心的是，在海南的这个洋浦港是直接冲上，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转运枢纽，正面挑战新加坡，这是中国大陆修理总理黄循财的一记经济回击吗？第三个问题，我们也会来一起做关心的是，包括在这个岛上啊，免税还有低税产业也都全部进来了。海南自贸港是中国大陆所布局一个新的对于美国来说的贸易战工具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我们赶快来关心到，这是最新消息，海南的自由贸易港现在全岛封关正式启动，这也被视为是中国大陆北京这一次一个高规格、长期性的一个经济实验的发展。有哪一些具体的规划呢？赶快来看细节，包括岛内现在零关税的产品已经有超过6600项了，涵盖的范围也非常多。你想到的包括了日常的美妆啊、家电、保健食品、用品等等日常的消费品都有卖，而且至少70%商品都是免关税的。除了在关税上有特殊优惠之外，包括在当地的企业跟个人所得税也压得非常的低哦，现在压到这个最低税率竟然只有15%而已。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刚刚提到的洋浦港是已经开通了它的周遭65条内外的贸航线，等于是连接了全球的资金。北京的目标非常的清晰，就是接下来他希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驻到当地，把海南打造成一个他认为是中国版本的免税岛。凡是商品在这边完成30%在地的附加价值之后，才能够免关税进入到中国大陆还是其他中国大陆的市场。好，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地理位置来说，其实这个地理位置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海南在这边，包括了它未来可以把这个中国大陆当做它非常重要的市场，好，这边就延伸到中国大陆去了。那海南就可以变成一个重要的研发基地，并且东协国家在这边可以做生产，等于是3线黄金三角一起来做整体的规划。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封关首日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实际的成绩呢？零关税进口的货值已经高达了3.6亿人民币，包括了房市商办哦，2天内有企业就砸下了50亿人民币。那么也有人是一口气买下了上百套小户型的商办，能源企业直接到这个岛上来做疯狂扫货。消费市场民众实在太疯狂了，就是觉得就这边买东西太划算。马来西亚1.5吨的榴莲1小时抢光之外，我们来看到汽车销售，刚刚提到的 B&W X5 封关后，这个价格直接砍半，变成35万元人民币就能够开走了。保时捷直接砍半腰斩到这个价格只剩60多万，所以有非常多的民众就说是不是干脆来这边买车？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当海南现在成为亚洲很重要的转运枢纽，新加坡、香港还能守住原本的地位吗？这是对黄循财的一次正面的回击吗？因为他上次在中日的议题上面比较高调的表态，被视为是中国大陆是不是这一次用经济来直接对他做回应？委员怎么解读？这两个没有关系的啦，因为海南自贸区的规划设计是很多年以前就有了。
那个时候高市早苗会不会当选这个日本首相，根本八字还没撇啊。这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那现在时间上刚好，但是也不能解读啊。我很肯定跟他讲，大家也听得不舒服，海南没办法取代新加坡，也没办法取代香港，它会形成三角分工。我这是从经济学推出来的结论。你让人看说这边买很便宜，可是你知道这边买开不到新加坡啊，你保时捷买车你开不到香港啊，甚至开回广东就要加税，因为它是2层关海关嘛，它第一道线是自由的，你自由不加税自由进来，但是第二道税你要开进广东第一道关要不要课税？目前不清楚哦。那如果第一个，如果你广东不课税，不是自由的进入中国大陆了嘛？其他中国大陆的车也不都挂了吗？那如果说你课税，就表示你车只能在海南使用哦，你开不到广东，那在海南用的量有限嘛，所以对整个没有影响。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扩大成说，好像它的每一样东西都能够弄到大陆去。那你知道美妆产品家电买的量有限你会在这边买了家电，然后带回中国大陆变冰箱吗？不至于吧？你的货运成本多高啊！所以我是要很务实的来看，就是说，海南它最重要的是船运港，它船运用量最大。未来如果变成这个飞机可以转运了，那也非常好。可是它作为一个飞机的枢纽的条件，不如它的航运，它飞机的枢纽航运也不如香港，也不如新加坡的条件上比较有限但作为一个港口的光一个靠港它这个收了钱，最大厉害就是说它的价格竞争优势，我就是比你香港便宜，我就是比你新加坡便宜，你拿我没办法。为什么？我土地便宜我人工便宜然后这个我地点适中所以有这种港口的一个优势。那当然他想要因此的吸引了很多的外资增加外资的投资项目，这是好的，也会有很多的成功的地方，因为很多企业在新加坡、香港经营成本高的不得了不要讲别人，光那个高管租个房子，那就贵的不得了。那在海南可以租一大片的房子所以它是对有一些特定的产业，尤其是跟中国大陆有关系的产业，所谓加工30%以上就会运到中国大陆去。这个东西是有很大吸引力的，所以它是一种加工出口区，它是一种船运的转运中心，货物可以运到海南再转出去。那因为在新加坡、香港都比较贵，那我当然是在这里嘛，所以它有这么一个优势。那再来就是说，香港为什么没办法被它取代当然有人讲说，未来海南会有很多金融活动，我同意，因为你有船来，你就会保险业来，你保险业来就会银行来，这是对，但规模不会大。为什么规模不会大？因为海南它的规划里面还是以人民币为主，它没有办法资金自由进出。没办法资金自由进出，你就不可能形成什么一个金融中心。在香港是可以资金自由进出，新加坡可以资金自由进出，资本账完全开放。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海南还做不到。第三个更关键的，国际商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用普通法系在做国际商务，是比大陆法系成本低有效。如果你真的有重大投资案、重大的商务船运等等。因为船是跨国的，所以它任何的纠纷在普通法系。那香港是普通法系，新加坡是普通法系，然后对于这个海南还是这个大陆法系。除非大陆说为了这个事情派到海南都是很熟悉商务的大陆法系，但大部分大陆法系的法官不太搞清楚这个商务是什么运作。那培养过程注定他不懂，这不是怪任何人。但是商务法系在普通法系训练出来的法官一定非常的熟所以光这个法系制度来讲，香港就远远超过了海南所以它有优点有缺点，但是我相信未来会形成三角分工。是我干嘛停在香港那么贵的船我跑到海南对，然后你香港银行跑来给我服务就这么简单那如果设东亚的总部，不可能设在海南岛去，我宁可设在香港或者设在新加坡。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营运总部，它不可能孤零零存在的，它有很多配套措施。以目前看，海南还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形成三角分工是最可能出现的情形。好，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它的目前为止最大的优势，就是在整体的亚洲的船的运港，在这边会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那另外一方面，刚刚提到说它还有其他优势，零关税15%等等的所得税，在企业跟产业上面会接下来造成全球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杨老师又怎么看？
我们以前在推自由贸易协定，这是国跟国之间、经济体跟经济体之间，但是个别的国家跟经济体啊，它可以把它自己某一个港区啊，划为叫做自由贸易港区，我们把它叫做境内关外啊，境内关外，也就是在境内，但是呢，这个海关之外啊，那也就是吸引一些外国投资在这边设厂，然后直接转运。那可是呢，通常大概所设厂做的东西、加工的东西，不能够直接进入到关内啊。海南现在就是基本上整个放大版，基本上它是叫做一线开放、二线管住，然后呢，这个岛内自由。一线开放就是它对外国的这个开放啊，那管住二线管住呢，就是海南岛跟大陆之间这个把它管住，还是留有这个关税，然后在岛内是整个开放自由的。那现在海南岛多少人口？1000万人口，那这个人口会增加，一定会增加，因为会有来自于中国大陆，甚至来自于国际，甚至来自于东南亚的厂会在这里设厂。那设厂的话，它一方面是有一点像是这个大陆这边在这里加工之后的出口，你当然很多的关税就会减少，同时在东南亚这边过去的转运中心也可能会以这边往这边靠拢。那另外一个特殊的是，我查到它其实在岛内加工的东西可以卖到大陆去，事实上关税比较低，但要一定比例的这个加工跟一些禁运的商品除外。所以某种程度这里一定会吸引到更多的就是工资。现在在这边的海南岛工资平均薪资大概是每个月1万人民币。所以你可以想象，将来吸引到的更多的工人或者是白领阶层的人会在这边投入。那我是觉得，现在他自己的统计的数字，世界500大的这些企业已经有48家在这里设亚太的，就是总部了。所以它将来会吸引到相当多的这些投资。然后呢，加工，然后呢，人才。那当然相伴随的一定会有一些数位经济、物流、金融。那怎么去跟香港、新加坡去做配合？这当然一定会调整出他们自己适合的方式。不过你不要忘记，它这么大的一个岛，那人口1000万，而且持续会增加中。目前的三亚跟海口都是相当繁荣的一个都市，所以这么大的规模的一个就是海南岛的，就是等于是这个自由贸易的协定的地方哈。那我觉得其实将来的冲击应该会产生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也关心到说，在这么多的一个计划之下，是不是这个也被视为是北京之后对抗美国的一个新的贸易战工具？尤其是在现在地缘政治非常的紧绷之下。刚刚其实委员也帮我们特别提到有关于这个黄金三角模式，其实它的模式就是说，在海南这边他们的目标想法，希望在海南这边作为总部，当做是这个研发中心啊、财务结算、品牌营运等等。然后呢，在这些比较工资低廉的东南亚这边做生产，最后把中国大陆当作是他们最后的销售重要的市场，来做一个所谓的黄金三角模式。那学者刘德海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大陆的目标其实很清晰，就是短期剑指美国，长期要对台统战。那也有专家认为说，这一次北京要打造的是一个中国式的自贸港，是跟香港完全不一样的。针对这一些言论，吕县长怎么看？这个是自贸港是经济开放，还是未来对抗美国的新的贸易战工具？当然，短期间之内我们看到的也就是经济开放的部分。可是长期来看，那当然也就会对于美国，甚至对于台湾有一定的影响啊。那我手上的这张图呢，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有关于海南岛它未来的开发的走向。但是我们从这张图上面，其实重点在左上角，左上角它是2021年它就已经完成筹划了。也不是说最近突然才想到这么一件事。那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它是可以进行炒房的啊。那如果是个人或者是我们讲到的企业总部，那他们购买房产，那当然是无可厚非。可是从2015年的时候，实际上来讲，海南就已经对于批地啊，就是你买一套一套房子可以，可是你要买一片一片地，对不起，那时候是就已经被暂停了。那我们讲到你要能够成为转运中心，除了那个
货畅其流之外，最重要的也就是人才。那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这么低廉的一个个人所得税，以及这么方便的一个生活，其实都是要让人愿意进来。那进来之后呢，才有未来替代这一个无论是香港或者是新加坡的一个可能。那最重要的，我们讲到说它这个位置具有了它的一个要素禀赋的部分，也就是它的地点。它的地点呢，其实可以转运东北亚，然后而且呢，是从东南亚吸收了这个大量的一个半成品之后，在这里进行加工，或者是在进入大陆之后，然后再进行加工之后到美国，这个部分就牵涉到美国了。为什么？因为东南亚非常多的国家，它的关税其实是高于中国大陆的。那如果说它进入了这个海南岛，或者然后再由海南岛也就是对口了广州的南沙港区的话，那其实这一个也就是直接进入了珠三角的这个部分。那除了拉动整个一个海南岛之外，也拉动了珠三角的整个的一个未来营运。中国大陆并不是没有自贸港的哦，也就是我们看到青岛、天津、上海以及深圳，其实都是。那它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把全岛变成一个自贸区，也就是作为未来大台湾的一个示范，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就是明天的台湾。那在经济方面的话，如果海南岛可以成功，台湾也可以成功。好，观众朋友，今天赶快来关心，在这一场中美的贸易战，川普是正式的认输了吗？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中美这一场协议也被李承刚逼的，美国必须得要妥协让步，退回原点。现在美国自己内部也有许多的问题哦，尤其是通膨高涨，吃不起又喝不起咖啡，吃不起牛肉，连巴西这一回川普都得跟他做退让了，怎么回事？今天一起来做解读。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第一个，川普宣布了说，这一次呢，中美之间有一个谈判哦，是史上最伟大的协议，但是被专家直批，你只是把这个谈判回到了自己刚开始在4月份掀起贸易战的这个原点而已。这一回，川普被李承刚逼到投降了吗？第二点，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确实现在大陆有可能就稀土来这个暂缓他的惩罚1年。川普这一回则是拉着澳洲、抱着日本跟东协国家一起，希望能够来生产稀土。这是真能摆脱中国卡喉的命脉吗？还是美国只是在延长被勒索的一个时间？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美国的物价民生已经越来越高了。川普的美国优先现在变成了民生地狱，不管是在牛排或者是咖啡的价格越来越高。这一回他向巴西低头了，是贸易政策上面他终于又是再度的 tackle 了吗？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川普的亚洲行这一回呢都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在北京面前低头投降了。川普他高调的宣布说，在这一场中美贸易战，我们已经达成了历史性的一些初步的共识。接下来呢，我们会取消对于中国本来要加征的100%的关税，来换取中国大陆对我们延后1年实施稀土的出口管制，并且他说呢，中国会恢复采购美国的大豆，也会配合打击芬太尼的走私。看似之下好像是川普在高调的宣示说，终于有一个重要的外交胜利，但是专家一句话打脸，这个协议啊，现在看起来根本就只是让美国回到了当时贸易战开打之前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大豆农民的困境到现在还是没有被解决啊。另外一点就是美国仍然陷入在稀土供应链的危机，这个到目前也都没有被解决啊。另外一方面，这个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副部长李承刚一句话也揭穿了真相，他提到了双方这一次谈判针对了出口管制、301跟芬太尼等议题做讨论，还包括了船舶的收费的费用哦，都有一些初步的共识了。代表说，接下来美方必须要做的，就是要先撤回对中国跟他的子公司的2级制裁，以及美国对中国船只加收的港口费，否则是中国不可能推迟稀土的出口管制的。再来，大豆协议也是中国以战逼和的成果，北京已经暂停购买美国的大豆，如今逼得美方
求北京来买大豆。川普是被迫求饶吗？今天节目一开始来特别请教大使了，这一场这个川普宣布的重大的外交成果，结果被专家打脸说你只是回到贸易战的起点，4月份的起点，这是川普认输了吗？李成钢的话来做解读的话，到底中美之间达成了什么重要的协议吗？大使怎么看？应该是回到这个4月，或最起码是去年9月啊，也是就是这一次中美高层的有关贸易协议的上一次的那个结论，所以呢，其实李成钢的讲法是比较这个怎么讲呢？比较像外交式的讲法，就变成他会触及了这些问题，他说出口管制、301关税、芬太尼船舶收费哈，他说达成共识。那这些部分的话，那贝森特就没有出来讲了，达成什么共识？因为这个船舶收费部分，这个是这个今年9月15，在这个在斯德哥尔摩会谈以后啊，美国又外加的东西。那中国大陆任何人去跟美国谈判，一定会说你9月15到14到15，在当时做那个协议之后的行为的话，你都应该要撤销，就包括这个船舶。那301关税的话，也是美国一个新的议题啦。那如果美国要准备在301上对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在2021年就是说川普1.0时候达成那个贸易协议要开始算账的话，那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以中国大陆谈的立场，一定是回到我们9月14跟9月15才达成那个协议我们回到那个原点之后，你美国外加的任何措施你都要收回。是，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谈判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要换的话，那事实上的话，我觉得额外给美国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稀土的这个管制，全产业链的管制。那问题我一直在想，就是说，你用稀土的全产业链管制，把它缓息1年，1年以后才成，那美国付了什么代价？这一点，这个贝森特都不敢提。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现在双边这个李成钢讲的比较清楚。我们现在下一个阶段就是把这一次的双边谈判的共识我们回去走另外一个程序，也就是审批的程序。你今天贝森特，你也不敢说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我们美国就买单。李成钢也不能说美国各自抱回去，川普要去同意，然后习近平要去同意，同意以后才会有30号的在韩国的习川会。那到目前为止，一直到昨天，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记者问到他了，他都没有说习近平要跟川普见面对，他说这个问题我们在磋商，有进一步消息我们会告诉你。是，今天几号了？28了。对，对不对？29。那不可能30号才宣布吧？所以就这1、2天，那一定是什么？中国大陆习近平还没有说我要见你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弄清楚。那这种就是说这一次谈判，我觉得美国大概是这一段时间，川普上任以后跟中国大陆在贸易谈判上可能是最困难的一次。是，中国大陆立场非常强硬，因为就是说，光就经贸问题来讲的话，中国大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要打就奉陪到底，而且今年9月到9月为止，我们看统计数字，美国市场只占中国大陆所有对外销售的10%了。短短一段时间就已经把从14到15%变成10了，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在快速跟美国的市场在脱钩那就最后我今天卖了100块钱，我只有10块卖到美国，我到最后10块也不要了。所以现在要谈什么？我觉得美国现在要考量的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对美国来讲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就是台湾问题。好，这次的中美谈判，原本的习川会会不会真的正式的在周4登场？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注。但是这一次被视为是最困难，中美之间谈判最困难的一次其中一个中国大陆手上的筹码
就是稀土了。现在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特别做了一个分析，这次的协议上，本质上他认为是让美国争取到中国的稀土勒索缓刑，只有1年短短的时间而已。但是现在的关键点是，大陆还是掌握了90%的精炼技术哦，这是美国短期内根本无法达成的一件事情。就算他有了其他的盟友、其他的盟国一起帮忙，或许也非常的困难。现在澳洲这个川普找上了澳洲来做帮忙哦，又飞到日本跟高市早苗见面，谈这个签署关键的矿物协议，还拉了东协3国一起来共建稀土供应链，希望能够在1年之内能够摆脱来自于大陆的依赖，真的有可能吗？上次哥又怎么看？我想在今天我们录影时间当中的上午呢，高市早苗跟川普见面，那当中谈了很多东西，也会签了很多东西，其中最让我侧目的就是在美日双方签了一个确保稀土供应的这个联合声明。那这个东西很微妙哦。那为什么这样子微妙？因为我个人认为，整体评估，美国虽然很希望在最短时间之内，川普说希望1年之内就可以摆脱有关于稀土方面被掐脖子的部分的难关，但是当然众所皆知，全世界所有的专家，包括资本圈都说不可能。但我认为大家特别注意日本在稀土方面的这个特别的角色，我认为很值得未来在我们的节目里头持续观察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首先来看眼前，在中国大陆最近这一波发布了有关于虚投的全球管制，我们放眼看全世界的所有的工业密集的部分的国家有实力的，只有一个国家非常淡定，就是日本。日本在这方面对于中国大陆的管制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或抗议，或者有很多的焦虑。那么在观察家包括资本圈都发现到了。那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在于对于稀土，中国稀土这件事情，全世界最早感受到掐脖子的其实就日本，而且早在2008年，日本自己本身的产业调查的白皮书就提到稀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而且在2010年，当时就发生了中日的稀土的很大的争议，当时中国就掐住日本的稀土，早在2010年。所以就15年前，日本跟中国就发生了稀土的冲突。从那之后，其实我们就看到日本有很多积极的动作。首先，它在全世界，包括秘鲁、包括澳洲，都开始在找有关于稀土本身的矿源，在签合作，就如同美国现在在做的，他们15年前开始做了。还有日本自己在挖附近他们海底本身的海底里面的稀土。好，重点来了，找得到稀土矿源、提炼技术的。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在各方面来讲，跟德国一样，是少数除了中国之外，有比较好的提炼分离技术的这个国家。所以这15年来，到底日本发展了多少？但你说真的很厉害，不知道。但因为毕竟里头有2大的日本的这个他们的短板。因为稀土上次提过，第一个要高能耗，对；第二个部分要高化学污染才能够分离那么多，包括所谓的轻稀土跟重稀土，尤其重稀土是非常非常污染的，所以这个在日本这岛屿国家是承担不了的。好，所以但是日本我们都知道，这些年来，它10几年来不断的在储备它的所谓的稀土的储备，跟中国买，跟到处买，所以它的国家的储备力可能有，甚至眼前有能力分一点，供应一点给美国。所以在这次的跟川普签约里头，是不是有这样的态势？而且我最后要提醒大家，除了日本这些技术之外，有没有可能日本针对它未来投资美国的5500亿当中，排配比较高的比重放在稀土产业，不在日本，比如说在美国呢？因为他们可能有比较接近中国的大陆的技术，而且把这一块的金额一旦放在这里的话，我认为是美国欢迎。我认为高市早苗在这一波针对稀土有这么样的重点，在这次直接送给川普，应该是有备而来。我们等着看日本在整个中美稀土战当中，未来有没有一点微妙跟关键的角色。好，这个是稀土战，然后刚刚也提到了大豆战。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持续看到，这些都是在关税战框架下发生的事情哦。现在是美国自己国内又炸锅了，原因是因为这一场关税战打到现在哦，美国的物价跟通膨早就已经高得不得了了。尤其是川普这一回也针对了巴西课征高达50%的高关税，结果导致的是美国人常常吃的牛肉价格还有咖啡价格都暴涨。首先我们看到牛绞肉价格，这在过去几个月暴涨了12.9%，牛排上涨的幅度超过了16%。
咖啡豆的价格更是涨了12.7%，民众啊吃不起牛肉，喝不起咖啡，变成了这个通膨痛感最高达到20年的一个最高点哦。那川普的美国优先现在是不是叫做美国受害呢？于是川普这回就赶快的去跟巴西谈了，说呢是不是来用这个取消对你的50%的关税，换取你的一些物资进口到美国来，被视为是对巴西又塔口了。干哥怎么看？好，这又是 TACO 嘛 ，TACO 对不对？对，我把你弄得很高啊，不是，我把这事情啊，就是说关税弄得很高，然后造成市场的恐慌跟波动，那你当然股市就下跌嘛。下跌之后呢，我们现在又来，我们来谈一下啊，让它那个指数再反弹回来。这种阴谋虽然说我们现在查不到证据，但是我们听说川普家族就常常搞这一套，对不对？到底家族之中赚了多少钱？这个有待以后的调查。我觉得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可是现在讲的是国计民生，你像国计民生怎么办？现在因为牛排大家知道是非吃不可的，尤其对美国人来讲。但是他从2016年以来，美国国内大家要知道，美国自己本身是牛肉最大的出产国，它自己本身是全球最大，就像它是最大的石油蕴藏国一样，它从不开采。那但是现在从2016年以来，它9年的时间里面，他们说现在美国能够处理的牛只是9年以来的最低，就是大幅下降。为什么？因为老实讲，第一个是因为价格问题，第二个是因为关税的问题，所以本来都是从巴西进口嘛，现在要收50%的关税，好啦，那我可以跟你讲啦，那我们就不进口牛肉给你们了。所以他现在连8个月的牛肉都涨价，都涨价的情况之下，我跟你讲，现在还有一部分是被卖场吸收，但是那个好事多他就讲了，最多到明年初吸收不了，为什么？还是给你们消费者，你们要转嫁，你们要被我们转嫁。现在我们有到就是说一般这个消费者，其实我们在这个台湾的市场。Costco 是一个，就是好事多是一个非常夯的一个平台。那我们自己去买，像我们自己去买那个牛肉不带骨的那种牛肉片有没有？我一看就知道，那个价钱就涨了。虽然不高，但是你就有一种感觉，因为经常买的消费者就有一种感觉。他说没有，其实现在才刚开始，要明年才开始。为什么？因为明年的惩罚性关税你才会看到结果嘛。是。所以现在巴西他就说好，牛肉我们也不出口，为什么？我们要付50%。那我们现在就暂时不要出口，让美国你自己来想办法。这就是牛肉，但是牛肉对于美国的民生必须来讲的话，它总是摆在第一位。其实它比咖啡还重要。讲到咖啡更惨。咖啡你知道现在怎么样吗？我们先不要讲巴西，我们讲从 Costa Rica 到那个什么到非洲的喀麦隆，从美洲到非洲，因为美洲跟非洲的咖啡农不像巴西的咖啡农那么大户他们都是属于比较个人化的那种商户。他们说现在不出口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出口咖啡我们赚不到钱啊，对不对？我们现在一定要付美国那么高的关税，算了，我们就不卖给美国了。那现在怎么样呢？他们都不卖，巴西也不卖，而且巴西不卖，巴西还很快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巴西的牛肉跟咖啡都降价了。它供应美国现在市场不输出到美国，我们在国内市场卖反而更便宜，而且巴西的商人现在有囤货的现象。他就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抓着咖啡，全球的供应量一年大约是6000万袋，现在已经下降到3700万袋，大部分都在巴西的那个商人的手中。他就说我不卖。那你想想看，美国人起床第一件事情就喝咖啡，没有咖啡可以喝怎么行呢？对，星巴克已经讲了，一样，到明年年初你们就知道下场。为什么？现在我们还不让你们看到，但是到了明年初，你就会发现说，原来早上喝咖啡变成一种奢侈的行为。接下来特别关心到是川普最新祭出的这个商船战我们要来看到是他针对于中国大陆的船只要征收港口费，恐怕掀起的不只是在船站上面，是整个全球的物流
会全面的成本一起飙高，美国也会引发非常严重的通膨。今天一起来看，首先看到3个火线话题，请嘉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川普要疯狂的说他要征收他针对中国的商船要来征收30倍的港口费，到底是惩罚中国，还是接下来美国的物流跟零售业自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呢？尤其是现在包括了在关税上面，包括了衣服、家电会全面的涨价。现在做了一个初步的估计，美国的家庭每个月得多花270美元，害惨了自己的人民啊！再来看到的是通膨，还有经济的停滞，恐怕会引爆的是全面性的通膨。逼近美国会不会被川普的关税战自己给逼下悬崖呢？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紧接着就是10月14号这一天非常的关键，因为川普会在这一天正式的对所有在大陆建造的船舶开征高额的港口费。刚刚说了一口气暴涨到原本的30倍，这是港口接下来会有的附加费。但是要注意了，是不是真的就是会害到美国自己呢？因为美国的进口商品有80%全部都是靠着远洋运输来做船舶的运输的，所以到时候恐怕是对自己的影响会是最大的。专家也特别做了一个估计哦，现在不只是这些物流成本会增加，包括了航运业者也会承受很大的压力。明年全球10大航运业者的公司损失金额32亿美元，这当中特别关注到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自己也得承受15.3亿美元的一个资金哦，看似中国被重击，但是要知道哦，现在目前在全球的船只几乎都是中国来做建造的。去年美国自己只生产了10艘，中国大陆建造了1000艘哦。法国的达菲和其他的这些航运巨头早就已经都是使用中国的船只了，没有中国船只，那美国接下来拿什么来做运送呢？节目一开始请教苑老师怎么看川普课征的这个高额的港口费，到底能不能打击到中国的造船业，还是自己先伤害到自己呢？老师怎么看？10月14号的这个消息剩没几天了哈，这个消息老传了很久。川普做这个疯狂的举动，这个目的是为了要重建美国的船业啊，就是这个叫 Make America Shipbuilding Great Again。他这个做法的话呢，只见树不见林啊，只看表面不看实质啊。他就说是凡是进了美国的运送的船只，只要是中国造的，就加征40%，这个成本要提高40%。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其他外国船的话呢，比如说法国船开了法国的货轮开了中国的制造的船啊，成本要加高15%。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据估计。就中国来讲，以一艘船轻轻松松一艘货柜轮就轻轻松到达20万吨的时候，就要每一次进口就要加1000万美金。如果5次的时候呢，就高达1475，一年5次。那这个数字的话呢，如果否则就不准装卸。否则不准装卸，然后原则上的计算的结果好，我跟你讲，就这个非常好笑，因为第一个的话呢，他要打击中国造船业，但是他根本不可能，因为现在全世界有70%的船，各类型的船，包含天然气运送的船，都是由中国承包的。你现在的话呢，就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逼的这些人都没有办法，这些人用这些船都不可能在美国的港口靠，因为没有人愿意，因为大家知道海洋的运送，基本上海运就是为了图个成本低嘛，怎么哪里有说就你要否则大家就火车就行了，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情况它是不可能做成的事情。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要鼓励美国造船业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缓不济急，因为美国一年只生产到不到10艘，美国根本就没有造船业啊。那川普会发觉说，美国没有造船业，导致美国现在连军事上都受到很大的威胁，也没有材料，也没有工人，也没有造船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说下猛药来治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情况缓不济急，里面唯一出现的最大的麻烦就是所有美国东西都透过海外运送的话，按照我这种计算的话呢，它成本大幅度升高。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它绝大多数产品80%以上，超过80%以上，全部都透过海洋进来的。美国的各东西两岸都是大港口。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对于未来的话，未来的结果是非常非常难过，因为美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阵痛期，最后的话呢，要逼着川普不得不承认。美国的造船业是完蛋的，绝对没有希望的。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劳工太贵，美国的这个工作技术上来讲不行。另外，美国靠发外贸也很久，这个事情等于是说句良心话，一点都没有开玩笑。这个等于是对全世界的贸易进行大战啊！
啊，这种情况下的结果，唯一的结果是所有的贸易的国家各地往来非常频繁，唯独不能去美国。如果他要严格执行的话，最后结果我猜是不了了之了。那怎么可能搞成这个样子呢？不可思议的。好，对，所以很快的，就是在10月14号，川普说这个政策会正式的上路，到时候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成真。不止这一件事情会害到美国，还会害到全球的航运业，甚至全球的贸易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当然了，美国消费者首当其冲，他们现在消费者信心已经降到了数个月来的最低，从可以说是5个月来的新低。尤其有看到的是，接下来哪一些商品会大幅的增加它的金额呢？包括衣服，包括了自行车、冰箱、洗碗机、笔电会全面的缺货，再加上涨价。我们来看到一些具体的数字。首先，消费者的这个9月消费品均价已经年增了4.2%，创下7个月来新高。秋冬的衣服接下来还会预估大涨7.3%，清洁用品、毛巾到大型的家电等等，最高涨幅9%。电子产品也会受到影响6.4%。CNBC 估算了每个家庭每月多得喷出$270。共和党议员批川普啊，你的经济民族主义已经被你的政治给自杀了。干哥怎么看？对，我跟你讲哈，你想，你看最后那句，美国家庭平均每月多喷$270，平均对不对？我有个亲戚就住在旧金山，他真的，他上个月去沃尔玛，他出来的时候他说，我怎么算，好像我买的东西每个月都是很固定的哈，好像多了1万块台币啊，还用台币来计价，你知道？算得很准，算得很准，这多少？$300。我每个月都要买这些东西啊，那结果呢？因为那一定是民生消耗品嘛。结果呢，他现在发现说，多了300块，那是不是以后都要这样多下去？那这样怎么受得了？所以说，他是因为就是说，在3人之家，她跟她老公跟一个小孩子。如果说是一个3人之家，一个月平均要多1万，那我请问你，要更大的家庭啊，要多多少？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川普的政策，每个月要多1万。那一年多12万台币，你去算算看人民币是多少？说它有29种软商品，就你刚才讲的衣服啊、配件啊、吊饰啊，就是家里面要挂的那些东西啊。这种软商品其中有11种涨价。那硬商品呢？硬商品我跟你讲，首当其冲的，美国人最喜欢骑脚踏车，跟台湾人一样，脚踏车啦，光脚踏车跟洗衣机2种叫做硬商品啦，马上涨，而且涨幅大概在5%到8%左右，天哪，这个太多了啊！所以其中有就是说这个软商品里面，硬商品有18种里面有12种，也就是有2/3要涨价。然后在很多就是说那个财经专家他们都在算这个账，说这个账如果算到明年底的话，美国中产阶级绝对吃不消。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讲那个数字，因为那个数字只会再加大，不会变小。所以现在好事多他的经理他就说，我们现在把那些什么玩具啊那个卖的不好的东西啊那我们就把它放在那个仓库里面去了。那现在我们要改放什么？改放3温暖用的精油，高价品我们才能够创造利润。但问题是你高价品是不是因为他把那些东西撤了，然后换成高价品，那些高价品有一定的折扣，想这样子来刺激买气。可是它的成本还是转嫁到什么消费者的身上？联准会主席鲍尔他也就已经讲了，他说一般来讲的话，消费者是负担30%到40%的成本，可是将来他就不敢说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大概是进口商跟那个零售商，他们承担了差不多60%左右，也就2/3以上的那个关税成本。但以后他一定会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慢慢他就会增加这一些成本支出。那听说我刚才也跟那个大千也聊天，他说在美国好莱坞拍的电影现在就是说不在美国拍要征100%的关税。他们说现在他们已经真的，他们连去加拿大拍都不行，为什么？因为川普也会找到你加拿大头上来，那怎么办？那就是不在美国市场上映吗？那这样怎么可以呢？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对于电影艺术工业，还有包括明星，他现在用 AI 就可以生成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我看好莱坞的流行行业、流行艺术也在面临很大的关卡。这些都是关税贸易战
所引发连带的影响效应。我觉得像这一场战打下去的话，对美国的中产阶级老百姓的影响是最大的，而且现在影响还看不出来，它有停止的一天。恐怕我觉得川普你应该要好好去思考说，普遍的物价上涨对于美国人而言，它是一个好事吗？还是说等到你把关税的钱都收进来的时候，你一定都会补贴给一般的老百姓呢？尤其像有一种东西叫什么食物券，美国有这种很奇怪的东西叫食物券，快要发不出来了，你就知道它很严重了。对，好，一连串的这个经济上面的影响，其实现在呢，芝加哥的联储总裁也出来警告了，现在美国正在发生的叫做停滞性的通膨，包括消费者信心已经快速的下滑，进口成本失控，还有就业放缓等等。委员怎么看这个商船战？接下来对于川普，对于整个美国的影响？我觉得川普真的好棒。真是让我们值得我们好好的给他拥戴跟赞叹。就是美国只要有了川普，美国其实就不需要敌人啦。那么川普这一次的这个港口费的征收，他当然是希望提升这个美国的造船业哦。但是各位知道，造船业要提升，它不是一朝一夕的。美国造船业没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雷根政府时代开始的。他取消了一些相关的补贴，政府重点的扶持，所以造船业开始没落了。所以没落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你同样的你要把它拉抬起来，也不是一朝一夕磕一个港口费就可以搞定的。我只给大家几个数据哦。2025年中国大陆军舰的数量已经超过400艘，美国的军舰只有不到300艘。美国法律规定的法定的标准是355艘，所以各位知道，美国现在军舰的数量还低于它的法定标准，因为造船造太慢。因为有的时候设计错误，因为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下水，这个发生了很重大的瑕疵，所以它现在连军舰的数量都不够。然后呢，中国大陆现在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32倍，232倍。中国大陆造232艘船，美国就造1艘船。然后光看去年中国大陆造船的完工量哦，占全世界的55.7%，就是全世界有超过55%的船都是中国大陆造出来的。去年中国大陆新接的订单占了全世界74%，去年的订单有74%都握在中国大陆的手上，然后中国大陆所有累积的手持订单量占了63.1%。现在全世界排名前5大造船厂有4个都是中国大陆的，有4家都是中国大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美国在短时间之内就要拉抬起来，完全是做不到的。除了我刚才讲的，它技术开始在落后了。他的劳工的这个实力也开始这个不行了，你根本找不到合格的劳工，你更不要讲成本喽。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哦，美国现在造1艘船哦，它的成本如果是3.33亿哦货轮，3.33亿的货柜轮美金哦，那么中国大陆只需要花5500万美金就可以造出来了，所以它是1/6的钱，它就可以造出同样的1艘船了。所以，那你想说美国拿什么来竞争呢？你说靠港口费。好，我们回过头来看港口费好了。刚才大家都算过那个港口费，你说停靠一次付150万美金，大家算一下那个造船成本好吗？3.33亿跟5500万，如果你是船商，你大概也宁愿想办法去付一点这个港口费，你都不需要花这么贵的钱来造船呢。更何况这个船造下去，不知道到猴年马月你才能拿到你那艘船。所以当今天川普磕了港口费，会有什么结果？当然第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涨价。好，你说美国现在有没有通膨的压力？当然有啊。刚才干哥已经讲了，我们有多少朋友在美国，他们已经反映过多少次了。美国现在的物价高到吓死你了，但是还没有到底哦。因为呢，川普又压着 Fed 要它降息。对，各位知道，一旦降息就是加剧通膨了。所以现在 Fed 在降息，你在征收港口费，你就最后逼得把这些货物的价格再往上推高哦。通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通膨一旦推高要收回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停滞性通膨在总体经济学里头来说，等于是判了一个国家死刑了。就哪个国家得了停滞性通膨，这个国家就等着像日本一样失落20-30年哦，都不要再回来了。那第二种发生的可能是什么呢？那船商又不笨，那我干脆就把这个船停在墨西哥跟这个加拿大就好啦，我在那里的港口卸货啊。于是美国的港口工人就没有工作喽，码头工人没有工作做了，然后呢，卡车司机也没有工作做了，这就造成美国另外一重的问题。所以川普想要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美国造船工业现在这种低迷的气氛哦，希望能够拉抬美国造船工业的能力，
事实上是不但达不到任何的效果，反而会重创美国自己的经济啊。所以我才说，我们真的要感谢川普。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